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新加坡和这个马来西亚的柔佛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新柔的特区协议。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嗯，因为其实新山包括这柔佛地区哈，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最早呢是因为我认识的第一个马来西亚人，他就是来自于新山的。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碰到的，然后他是在新加坡念书，所以就认识了。那个时候应该来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就说新山那个地方，那很多人都会去新加坡工作或者求学，因为毕竟很近嘛。然后整个的新加坡的这个不管从收入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吸引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应该有蛮多的新山包括柔佛地区的人去新加坡来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呃他们就有一个很天然的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新山柔佛的这个地理位置。你可以看得见，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西马的最南端，跟的这个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真的是一水之隔连海峡我觉得都算不上，那个距离实在是很短。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这种地缘的关系所以相互的这种依赖程度其实还是蛮高的。这个新加坡可能对柔佛地区其实它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带动了毕竟新加坡现在经济是非常好的。然后当然柔佛地区也给新加坡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对，人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嘛，对吧？这个输送了非常多很优秀的人才，不管你怎么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另外一个你看它水源啊什么的，其实新加坡很多也是来自于这个嗯马来西亚的这个地区嘛，所以两地的关系其实蛮密切的。那么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很多人都在打一个比方说，这个蛮像深圳的，就是广东深圳的，因为深圳跟香港的这种关系其实蛮像，确实蛮像的，他们很接近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墙之隔，所以当这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么这个深圳跟这个香港的关系促进了整个香港的整个深圳的整个这个发展，包括现在深圳变成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不只是中国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它的这个体量如果你去过这个深圳去看的话，你就会被它的发展的速度所惊艳到它现在的级别已经跟很多当初跟它一起起步的那些城市完全无法比拟的。那么现在新山是不是也可以来一遍这样的一个深圳奇迹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第一呢，从地理的角度来讲，新山确实是非常靠近新加坡。那么如果两边达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协议的话，嗯，就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最后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对因为呃有些地方的这个政府它我不敢说它怎么样，但是它有时候信用确实还是有待考察啦。所以我只能讲说，如果这个确实能落实的话，那么嗯这对于整个新山包括柔佛地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你要想，其实新加坡它不停的在扩地，但是再怎么填海，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它真的是个小岛，很小的小岛，说句实话，真的是很小，所以它向外这种先求这个资源的这种迫切的这种想法，应该是很强烈的。那么马来西亚其实整体来说，现在整个经济的发展的这程度还是
待发展阶段，就是还是有待提高的。那么特别是柔佛这一带它你不可能撇开新加坡，那么整体来讲相互都会有好处。我是蛮看好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柔佛州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或者是它现在已经具备哪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是也是一直在进步哈，包括这个新山的第二国际机场这个扩建，还有整个这个城市交通系统的改造所以新山的这个国际机场如果在25年完工的话，那吞吐量可以达到3000多万人，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包括现在新山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治理好像也是比较好，因为我那个朋友在新山，他有在讲，他说其实新山最近这几年的整个治安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以前确实有蛮多的那个叫什么飞车党嘛，反正他说那时候治安是比较差一些，但现在这几年确实好很多，这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山地区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多元化跟高科技化。怎么说呢？因为新山其实是马来西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造基地吧，它覆盖了这些电子汽车精密仪器的这些制造。它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值占马来西亚全国制造业的35%左右。所以有很多很大的品牌都在这里设厂。那么所以新山我觉得在包括科技园然后这些吸引企业入驻方面都有很多的这些做法。那么现在趁着这个人工智能包括生物科技这些信息技术的这些发展，我觉得新山其实是有可能叫弯道超车嘛，我觉得也可以算吧，因为这些是新的东西，蛮有机会能够甩开一些旧的一些就是差距。所以整体来说，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服务业，也是最近也进步的比较快比如说它金融的服务业，现在每年的今年增长在8%到9%之间吧，也是变成东南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这样子的话，跟这个新加坡的对接，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再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人才吧，就是包括高校的这些培养比如说新山它其实有一些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些合作了一些工程包括一些对接新的这种学生。另外每年他也会做一些职业培训包括新的这些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方面这种比较高端的这些领域。另外一个新山每年他也会吸收这种上千名的这种国际的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新山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积极的一面吧。按现在其实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于整个这个协议的落实，因为这种东西的落实，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持续的有力的进行。那这里面会有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就是一些关键人物，他们是否会有一些变动，这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变数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新山在地理上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它也在马六甲的这个转角的位置，就马六甲转角的这个位置上它跟新加坡就是紧邻着嘛，所以它的位置也相当好。另外一个紧邻着新加坡，新加坡呢，可能他们也将迎来一个历史的机遇，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总的来说，等于相互携手吧，把握这种时代的机遇。我也希望新山也能发展出自己的样子，成为马来西亚甚至东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发达的地区。也希望我的那些朋友都能过得比现在好一些虽然现在我估计他也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一些也希望马来西亚都会发展得更好希望更多马来西亚的华人能在自己
的这个国土上过得很好，很开心对，好，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这个频道，那么请关注，谢谢。